連體夫妻走紅網絡後，妻子阿嬌慘遭無腿丈夫劈腿女粉絲，如今被拋棄的獨臂妻子過得怎麼樣了？2019年，四川成都的鎮上，人們常常看到一個漂亮的姑娘背着一個竹簍，裡面放的不是新鮮水果蔬菜，而是裝着一個男人。這個奇怪的組合常常引來路人側目。姑娘沒有右臂，男人名叫阿波，沒有雙腿。1988年出生於四川成都。從小阿波也是一個健全的男孩，本可以自由快樂的成長，但是一次橫飛而來的車禍斷送了他的希望。11歲那年，阿波在過馬路時被一輛急車撞倒在地，車輪從他雙腿壓過，瞬間就失去意識。送到醫院時，為了保住性命，只能截肢雙腿。小小年紀卻突遭橫禍，這樣只有11歲的阿波無法接受這個現實和那些異樣的眼光，只能退學在家，性格也越來越自卑，遇到事情總是逃避，最後還患上了抑鬱症。好幾次在絕望中徘徊，想自殺了結此生，還好母親細心照料，才沒釀成更大的悲劇。看着兒子痛苦的樣子，父母愁白了頭，母親整日以淚洗面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加之父母經常帶他去看心理醫生，阿波也逐漸接受了現實，在父母的鼓勵下，開始學習使用小板凳走路，還能自己做飯，甚至之後還考取了駕照。之後的阿波加入了殘疾人互助協會，在這裡他遇到了與自己擁有同樣經歷的愛人阿嬌。1986年出生的阿嬌比阿波大2歲，她年輕漂亮又溫柔，3歲時也是因為一場意外失去了右臂。從小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，所以早早就學會了各種生活技能。在協會上，阿嬌看到阿波比自己還身負殘疾，卻對生活如此陽光灑脫，不由得深深被吸引。兩人相處久了，感情升溫，自然就陷入了愛河。但情投意合的雙方卻遭到了家人的反對。本來二人都已經是殘疾，生活本就艱難，二人在一起只會更艱難。但是家人的阻攔卻沒能阻擋兩人的愛火。很快，阿嬌與阿波就舉辦了一場婚禮。雖然沒能得到家人與好友最大的祝福，但婚後二人更加情深意濃。阿嬌編了一個合適背阿波的竹簍，一起出去逛街買菜，一起走南闖北。在四川成都的鎮上，人們常常能看見他們的身影。阿波是阿嬌的雙手，阿嬌是阿波的雙腿。生活雖然過得很艱苦，但有了這份情誼，卻有了甜甜的味道。之後，阿嬌還為阿波生下一個女兒。然而，生活的現實卻沒有區別對待他們。經濟收入與開支成為每個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為了解決問題，兩人商量決定出去打工。因為身體的特殊性，他們只能找到一些收入低微的零工。每天一到時間，阿嬌就會背着阿波出去工作，但顯然兩人都很吃力。有一天出去工作時，因為上坡，阿嬌承受不住阿波的重量，直接摔倒在地。阿波從背後竹簍滾落，阿嬌顧不上自身疼痛，趕去抱住阿波，滿眼都是着急。試了幾下沒有力氣抱起，兩人難過的抱頭痛哭。生活真的不容易。日子雖苦，但阿波與阿嬌卻能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無論阿嬌做什麼，阿波都會跟在身邊。阿嬌炒菜，阿波幫忙摘菜；下雨天一起出行，阿波幫忙打傘。這種相濡以沫的感情讓許多人動容。真正讓他們曝光網絡的是路人給他們拍的短視頻。當年短視頻平台正在興起，那天阿波一家3口出去逛街。阿嬌一邊背着阿波，一邊牽着女兒的手，被路人看到，拍成短視頻發到網上，引起了很多網友的關注。而這個視頻也被正在刷手機的阿波看到了，在他眼中這是巨大的商機，於是他鼓勵阿嬌把他們的日常生活也拍成短視頻發到自己的賬戶上。不出阿波所料，他們夫妻二人火了，引來了更多網友的關注。他們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使許多人动容，深得網友同情。短短幾天就漲粉數萬，很多網友都給他們留言，稱他們是勵志夫妻，並親切稱他們為連體夫婦。
隨着他們走紅，很多經紀公司找他們簽約，為了打造更好的出境方式，也開出了豐厚的報酬。經歷太多苦難的夫妻二人，為了以後更好的生活，同意簽約，開始走網紅路線。但誰能想到，這為今後出軌埋下了伏筆。在背後團隊的指導下，他們漲粉越來越快。夫妻二人還開通了帶貨直播，一天的收入比之前幾個月都賺得多。兩人買了大房子，開上了豪車，還擁有了自己的2家珠寶店。隨着两人越來越紅，不知是金錢作祟還是本性暴露，他們之後的視頻不再像從前那麼自然，再後來阿嬌都很少出鏡了。視頻中的阿波表現也差強人意，總讓人感覺是按照劇本在賣力出演，演技的確拙劣了些，不像從前那個樂觀向上的阿波，反而成了一個變賣悲慘身世的演員，這樣很多粉絲越來越不舒服。只想過個安穩日子的阿嬌也試着勸阿波好好經營公司才是長久之計，但被金錢沖暈頭腦的阿波此時已經看不到自己當初那個模樣，覺得做生意來錢太慢，在網上哭一哭，賣一下慘就有大把鈔票。夫妻二人因為價值觀的不同轉變，經常吵架。突然某天，一個女粉絲的到來徹底擊垮了這場看似幸福的婚姻。當這個有手有腳的女粉絲來到家中時，阿波變得很反常，驚慌的語無倫次。女粉絲的一番話更是讓阿嬌震驚，這個被自己背了好幾年的無腿男人竟然劈腿了。自己為了這個家庭，一心為這個無腿男人付出所有心血。得知消息的阿嬌傷心欲絕，也對阿波徹底失望，之後提出離婚。而早有新歡的阿波很快辦理了離婚手續。阿波沒有跟粉絲透露他與阿嬌離婚的半點消息，依舊表演着他的悲慘人生，博取流量。視頻中再也看不見阿嬌的身影，直到某一天，直播間中阿嬌的位置被一個四肢健全的女人取代。一直關心阿嬌的粉絲紛紛留言詢問情況，但阿波卻從未回應。不久，有細心的網友發現阿嬌的社交賬號變成來自成都一位殘疾單親媽媽，此刻人們才知道他們已經離婚了。很快，阿波劈腿女粉絲拋棄早康之妻的消息不斷傳出，粉絲紛紛指責阿波的行徑，以為找到流量密碼的阿波根本不理這些謾罵，還讓新女朋友頻頻出鏡。但此時此刻，網友已經不買他們的賬，大批粉絲取關，阿波帶貨的直播間人氣逐漸下降，只有寥寥幾十人，將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的阿波徹底跌入谷底，不復當年輝煌。而離婚後的阿嬌則去了雲南發展，帶着自己的女兒與充滿愛情回憶的竹簍去開闢自己的新人生。受傷最深的阿嬌也從未在鏡頭面前說過自己前夫一句壞話，還在網絡上給予前夫最大的祝福，真是個善良大方的好女孩，只可惜遇人不淑。離開了渣男的阿嬌，如今也有了一個真正疼愛自己的男朋友，慢慢走出之前不幸婚姻的傷痛。在她的作品中，雖然都是記錄兩人的日常生活，卻能看得出她現在很幸福。當初想踏踏實實過日子的願望也得到滿足。